你崔恩奎啊，好来话不听，真气死人了。他也算是个有志向的人，只可惜他的志向交付错了对象。刚才就应该一棒子直接把他打晕，扛出来得了。不过你在监狱里批评得很对，你那番话呀，说得很有见地，算是一针见血。我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。袁德，你居然会夸我，我都记在心里了。别光说好听的，我要实际的。你看，刚夸你思想有进步，你立马就打回原形了。我还没说我要什么呢，怎么就知道我打回原形了？行，你说。我要你以后只要有任务，都带着我，我要和你一起进步。没问题，这个我可以保证。以后除了有特殊任务之外，我都带上你。那说好了，一言为定。我看你们俩谁都没进步，都要回去写检讨。你不是要主持游击队工作吗？怎么也有功夫跑出来了？豫西特委的彭涛书记来了，点名要见你。彭书记来了，走吧，我们赶紧去见他。彭书记，您喝水，我们应该马上。彭书记，包子，这位就是咱们的彭涛书记，这位是蔡宝子同志。彭书记，终于把您给盼来了，您好啊！蔡宝子同志，你好，你请坐。来，大家一起坐。哈，哎呀，蔡宝子同志，你来三道园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还是头一回见面。不过，你的大名，我可是如雷贯耳啊！炸毁青龙山要塞，袭击小鬼子的运输车，打得轰轰烈烈。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啊，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。让同志们见笑了。自打陕州城沦陷后，我们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在崔文佩同志的带领下，我们把零散的刀客给组织起来了，自发的组织起抗日活动。可是没有党组织的工作指导，我们也就是凭着个人经验，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瞎胡闹的。闹得好啊！现在啊，小鬼子在函谷关就停止了脚步，据说是后勤补给线补给不上，这里面啊，可是有你们的功劳啊！而且青龙寨扼守着三面要道，你们这一闹啊，小鬼子在各个县城就失去了实质的控制能力，下面的游击武装啊，才能打得有声有色呀！还是要彭书记多指点才行。哎，这个姑娘是青龙寨上官英，你就是上官豹的女儿，嘿，果然是英雄出虎女啊！您过奖了。怎么样，愿不愿意跟着我们八路军一起打鬼子？愿意，只要跟包子在一起，干什么都愿意。这个姑娘对你很真诚的，你可别辜负了人家。是，书记。现在不是以抗日大局为主吗？所以我们决定先把儿女私情放下，等打跑了鬼子再说。胡说！组织上什么时候说过，抗日就不考虑个人问题了？这革命是需要一代一代传承的嘛。书记同志，这是我同意的。我的男人必须要有大志向。哟，我这才说他一句，你就出来护短了，不得了啊！我老彭可是惹不起你们小两口啊！哎呀，这姑娘不错，知道疼男人。彭书记，您冒着危险来三道园，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传达给我们？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商量过了，决定在三道园正式成立一支敌后武装，把所有的抗日力量团结起来，在日战区、日统区、金日区，以分散流动袭击的作战方式打击敌人，并且啊，切断他们的交通运输。太好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
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正式宣布，成立豫西抗日独立大队，任命蔡宝子同志担任独立大队大队长，崔文佩同志担任独立大队政委，专门负责三道员的宣传、游击和统战工作。任命上官英、袁尚飞2位新同志担任独立大队副队长，负责配合你们的执行工作。请上级领导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书记同志，既然您任命我为副大队长，那有件事想要跟您汇报一下。哦，坐下说。这个坐下啊。上官英同志很有魄力嘛，新官上任3把火嘛。来，说说看，什么工作？崔文奎被张公岩给陷害了，我们想去营救，请您批准。英儿，说说你的理由。他到了三道员之后，一心抗日，从来都不欺负老百姓。像您说的，一切要以大局为重。咱现在抗日需要人手，像他这样的人才，应该救。在来的路上，我也听说了这件事。崔文奎虽是国军，但是也是在抗日前线杀过敌、流过血的。目前敌强我弱，我们团结的抗日力量，应该算上崔文奎这样的爱国将领。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，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。如果要是他们白白牺牲了，就是我们的自毁长城。是，我马上执行营救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是。崔旅长，上路吧？不是说下午才走吗？这才不到中午。哦，时间改了，提前了。别臭美了，到了阎王爷那儿，还管你穿的整齐不整齐？都要到油锅里炸一炸。要是到了那边，可别怨我，我张某只奉命行事。你说什么呢？战区司令说不用审了，凡是投共叛党者，一律就地枪决。放屁！你知道司令部给我办了多少次的荣誉勋章吗？你跟党国说我弃党投共，我就弃党投共了吗？啊！看清楚，白纸黑字红印章，我可不敢捏造啊！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不敢作假呀。本来我以为战区司令还会象征性的审一下，可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出发，他就派人送来了判决通知书。看来他杀你的心比我还坚决啊，崔文奎。其实我不想杀你，我还指望着你帮我守住三道员的最后一块阵地呢。可是你呀，就是榆木脑袋不开窍。你想明白了没有？这么多年，你不但没有混上去，
这还把自己的命混丢了啊！你想一想，我有那么大的本事，一个人独吞那些军饷和物资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战区司令部都是大老虎，他们每个人的胃口都比我大。你又这么固执，我劝了你几次你都不听。你说你不上公车，还不让别人上公车，他们不杀你，杀谁呀？崔文奎29岁，北平人，现居陕州，因通共叛党的罪名，就地枪决。老子为党国拼死拼活，你们就因为这个要杀我是吧？崔文奎呀，现在日本人这么强大，大家都在想办法，只有像你这种傻子才往前冲。来人，带走！走。不用你们的脏手碰我。走。刚才谢谢你听我哥说话，我只说了大家都想说的话。你哥不能死，而且这些日子你应该了解我，我就是个直性子，有什么话都藏不住。彭书记答应了，我哥就有希望了。这个恩情我一定记得。我只是担心你哥太固执，就怕像上回一样又白跑了他。我就是绑也要把他绑走。说什么也不能再失去我哥了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能放手去干。没多长时间了，别太担心。在这山里，咱刀客比豹子还要好。兄弟们，一会儿都抓紧一点，人命关天。是。走。崔文奎，崔文奎，你这跟你爹真是如出一辙。当年你爹不肯接受我们的贿赂，还让南京政府就告我们到处敛财偷把民脂民膏，结果呢，被我们除掉了。这你又挡住我们的财路，不肯老老实实的接受我们的整编，这结果又被我们枪毙了。你说你爷俩怎么就这么像吧？你是说，我爹是你们杀的？对呀，是我们杀的。你爹是北平市的副市长，那谁敢堂而皇之的把他杀了？我把他弄死以后啊，在报纸上大肆宣传，说是共产党报复行凶。这结果所有的人都信了。我是你祖宗！我打！该说的我也说了，你就老老实实的下去做个明白鬼吧。这也算我对你尽了最后一点的同袍之义。准备行刑。张公元，
老子怎样多亏也不会放过你！老子死了你！师门！旅长，旅长！哥！旅长，快走！快走！等给我！快走！快走！走！兄弟们，撤！快撤！快走！师座，文文奎和刀客们都跑了，咱们还追不追？废话，要是不追的话，怎么向司令部交代？咱们克扣军饷的事要是暴露了，咱们的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。去，是，弟兄们，追，走。跟上，快！媳妇儿，媳妇儿，慢点，慢点，坐着。大家原地歇会儿。没有追兵了，我们暂时安全了。哥，你没事吧？诸位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能用得着崔某人的地方，我万死不辞。别那么说。崔文奎，加入我们游击队吧。江淮小姐，我现在心灰意冷，不想加入任何组织，请你体谅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想着先把我独立旅拉出来，单独成立一个抗日纵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是跟以前一样直打鬼子，别的事儿不参与。这个想法也不错，我们可以互为犄角，互相支援。不在一起有不在一起的好处。是。那我们走吧，找你的队伍去。孟佩，在我把我的队伍拉出来之前，我得去替咱们老崔家办件事儿。所有关卡的部队听好了，一定要封锁住崔文奎的逃跑路线。他可能要去共党那儿，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安排上一个团队兵力，再配上重武器，把他消灭在回来的路上，让他去见他那个死鬼老爹。你找我呀？你，卫兵，卫兵！别喊了，那帮怂蛋早就缴械投降了。张师长，你告诉我那么的一个天大的秘密，你觉得我会不来找你吗？文奎，你别杀我，你饶了我，我也不想杀你爹。只是我要不杀他，他会杀了我。所以你就杀了我爹，然后栽赃给共产党，然后这件事整整瞒了我20年。文奎，文奎，你饶了我，看在咱们在国军一起共事的面子上，你饶了我。
当党国把我押到刑场，想要杀我的时候，我对党国的耻心就死了。一个国家有你们这样的败类，内不能安邦，外不能御敌，老百姓永远不可能安居乐业。你下去跟我爹道歉吧。文奎，你别杀我啊！我给你钱，我有美信，我有金条。文奎，我烧给你。兄弟们，你们都跟了我10几年了，说说，当时还记得为什么要当兵吗？军阀混乱，民不聊生。很多兄弟跟我说，旅长，我要跟你在地图上打一圈，打完了，然后再回家跟家人团聚。这句话在我崔文奎心里边记了10几年。可是战争一开始就没完没了，中原大战打完了，小鬼子就打进来了，好多兄弟刚要卸甲归田，又上了战场。打了这么久，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，什么原因让我坚持下来？什么原因？我回头看看身后的山河故土，想想我的家人，这就是我们不怕牺牲、坚持下来的原因。可是当我们在前线打仗的时候，那些当大官的在后方干什么？灯红酒绿，歌舞升平。当他们有危险的时候，就会把我们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。我们流血牺牲，是为他们吗？我们打的仗，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地位吗？不是。那你们还愿意跟着这样的政府吗？不愿意。没错，这样的政府，我们不能再跟了。我们要跟共产党一样，一起打鬼子。当然。如果有兄弟想回去，这里有些钱，大家领一下，回去跟家人好好聚。旅长，我们跟你走，我们跟你走。好，都是好样的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不是国军了，我们是3道员抗日独立纵队。咱爹为国民党做了一辈子的事儿，我也是。结果到头来是为虎作伥。我没想到他是让自己人给杀了，我更可笑。
直以为是共产党干的。包子，你爹的事，哎，文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话坐下说。坐。来，喝水。其实这事儿不能都怪你，都怪那张公言从中作梗。你能及时醒悟就好，一切都来得及补救。过去的恩怨情仇，暂时先放下。咱们兄弟先一起抵御外敌，才是要紧的事。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？兄弟系于墙，而外御其武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但是你放心，包子，我一定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，报答你们父子的情谊。好了好了，咱今天不说这些了。眼下，日军打算攻打函谷关，可是他们的后勤补给不足，很大部分需要依靠金矿来变现。如果他们打下函谷关，整个秦川就会失去可依托的屏障，很快就会沦陷。说到底，金矿是至关重要的问题。包子，要不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咱把它给炸了吧。如果炸是唯一的办法的话，怎么炸？谁去炸？里面的老百姓怎么办？谁去把他们营救出来？我去，我跟我的队伍去，一定把金矿给炸了。文奎，还真不行，你一出动，还没有靠近，就会被小鬼子发现。就算你能打进去，周围的鬼子也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增援。你们炸了金矿也无法脱身，你和你的兄弟们会全部牺牲在里面，得不偿失。包子，你了解我，只要能挡住小鬼子，我可是万死不辞。我们都佩服你的军人精神，但是里面的老百姓怎么办？我们现在的难处是既要炸掉金矿，又要保证老百姓的安全。对，这事儿还是你们共产党想得周全。但如果这样的话，这次任务就更加艰巨了。六叔不是在矿洞里吗？想办法联系上他，咱们就可以里应外合，一边炸了矿洞，由他来帮助老百姓撤退。这个想法是可以的，关键是谁去合适呢？怎么进去，怎么出来？如果消息传递不出来，也没有用。心情不好也不要浪费粮食啊。我一会儿会捡的。你说打一个仗怎么就那么难啊？又要顾及这个，又要顾及那个的，我也受不了。怎么，你不赞同文佩的想法？不是，我觉得他说的很对，只是我现在使不上劲儿，心里窝囊的。你的作用也很大。那么多刀客都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，都是你引领的功劳。我和文佩的影响力都不如你的大。不过以前大家都是为自己打算，所以简单容易。现在要为他人考虑，就要考虑周全了。但这次的问题看来挺难解决的，你和文佩都没个主意。你都是副大队长了，咋还这么悲观呢？越是难处，
才显得你家包子有本事呢。那遇到都是简单问题，我多没成就感了，还怎么在你这位大小姐面前立威啊？你还想立威啊你？啊？大小姐，包子，俺刚才出去侦查，在大王镇碰到鬼子征粮，你们猜是谁给鬼子带的路？谁呀？孟石贵。他还活着？当初他趁霍当家和田园正雄开战的时候，趁机逃跑了。先是在家窝了一段时间，后来田园正雄找到他，他又出来活动了。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他住在县城的侦缉队大院，不太好下手。不过俺侦查到，他经常去酒楼，跟一帮狐朋狗友喝到半夜才回去。走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还用问吗？当然是除了这个败类了。别莽撞，咱们商量以后再说。还有啥好商量的？勾结日本人，又害了自己的兄弟，这样的人杀2回都够了。咱动不了金矿，还动不了他了。大小姐，孟世贵就在里面，我们动手吧。酒楼现在人太多了，一旦动手容易伤着别人，不着急，等他出来再说。带着兄弟们守住他的退路，去。是。哎，郭队长，这里姑娘的小曲儿不错吧？不错。明天我们还接着喝。明天呢，恐怕不行了。我要帮冯军呢找一个劳工翻译。改天我们再来。郭队长，贵人事多。那我们过2天再约啊。好，回见啊，回见啊。孟子说：“别来无恙。”大小姐，等你好久了，就为了取你的狗命。大小姐，都是田园正雄亲自策划的，是他逼我的，不是我情愿的。不是你情愿的，你身上的这身狗皮，就是拿兄弟的命换来的。我不再干了，我马上离开侦缉队，也不带他们找路了，也不带他们找翻译了。晚了，凭你做的事儿，按照咱刀库的规矩，应该给你3刀6洞之刑。现在没时间和你磨叽，就赏你个透心凉。大小姐，我对不起兄弟，我知道错了。这些话留着下去和兄弟们说吧。宁儿，干啥？他还不能死，带回去再说。大小姐，我跟你回去。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为什么没杀了这口汉奸？包子说了，要带回来审问一下。有什么可审的？他害死了山寨里那么多兄弟，就是千刀万剐了也不够。你们若是下不了手，让俺来。老爷，我先问他几句话，你再决定要不要杀他。蔡当家，孟石贵，哎，你想死想活？我为了老婆孩子，我想活。那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。好，一定。你是不是在给日本人找翻译？是。金矿里的老百姓听不懂日本技术人员的话，开采天天出事儿，他们要找一个翻译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。你之前说要真心悔过，可是事实？是，蔡当家，你尽管吩咐。好，我要你把我们的人带进金矿，然后再安全的带出来。这日本人查的特别紧，出来进去都要验对身份。不干就宰了你！行，我为了家里人，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带进去。真是个不点不亮的蜡烛。霍当家也是头一号响当当的人物，怎么能相信你这个狗汉奸？我也是为了家里人。孟石贵，哎。
你的底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。不管你是想告密还是想逃跑，3道员的刀客兄弟会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清楚。明白，明白。老袁，让他出去。利用孟迟圭穿针引线，把咱的人带进去，这个办法不错。假扮翻译的工作就交给我，还需要个人协助我在金矿附近摸一下布防的情况。我陪你去吧，我懂几句日语，到时候肯定用得上。你会日语？怎么没听你说过？跟别人瞎学了几句。包子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他确实该死，但是留下他，不是有大用处吗？真的没有别的办法，一定要用一个汉奸来帮我们。打败残暴的日本鬼子，靠的不只是勇气和决心，还有哲理。我们要善于创造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。留下孟世圭做内应，就有可能炸掉金矿，你爹留下来的财富，才不会给日本鬼子变成杀害我们老百姓的武器。如果这么想，你觉得是不是会有价值？好，我暂时留着他的狗命，但如果要是他再出卖兄弟，或者是祸害老百姓，我立刻要了他的人头。放心吧，有你大小姐的虎威在，他孟世圭一定会老老实实的。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他是墙头草两边倒的性格，我们也会时刻盯紧他，不给他可乘之机。包子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的冲动。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或者是朋友。不会的。